嗨，大家好。关于付小田事件的诸多线索，今天我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，特此再做一期视频来给大家补充一下。首先，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付小田最后一篇微博中提到的，他这次乘飞机飞往的目的地前方到底是哪里？这个地点也被我找到了，接下来我们一步步来看。首先要知道它的去向，就先来知晓他所乘坐的这架私人飞机到底是什么型号。在他的所有社交媒体上，总共曝光了2张他此行飞机的图片，一张是从室外拍摄的外观照，另一张则是在机舱内部拍摄的自拍照。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2张图来搜寻一下这架飞机的具体型号。很多人从后面窗户的数量为7判断，这架飞机是湾流的 G550 私人飞机。这是湾流的 G550， 如图可见，的确为7扇窗户。不过在我仔细对比了一下付小田身后的这架飞机与多张 G550 的照片后，感觉又不太像。尤其是付身后这架飞机的窗户，从右侧数第3和第4两扇，窗户的外沿还有一层白圈，而这在 G550 机型的窗户上是不存在的，反而在湾流更大的一款机型 G650 上出现了。这是 G650 的高清图，可以看到右数第3和第4扇窗户的外围是有框的。我们再换一架，这架也有，中间2扇窗子的外围也是被框起来的。另外我们还能看到 G650 的单侧是一共有8扇窗户的，比 G550 多了1扇。而且请大家留意 G650 机翼的根部大致是落在左数第2扇窗子的位置，也就是右数的第7扇。我们再回到付小田自拍的那张图可见，他后面的这架深色飞机机翼根部同样也是落在了右数第7扇的位置，而 G550 的机翼根部如图所示，则是落在了右数第3扇窗子的位置，区别非常明显。除此之外，这是湾流 G650 的内部餐桌位置的图片，可以看到餐桌似乎是可以折叠的，因此是2层。而这张是付小田机内的自拍图，我们将右下角放大可见，同样出现了一个双层餐桌的边缘。因此综合以上种种细节判断，付带着孩子此次所乘坐的私人飞机应该就是湾流的 G650 而非 G550 型号了。而付小田自拍的这个位置应该是位于 G650 飞机的中部，四座两两相对且靠窗的位置了。好，知道了付小田所搭乘航班的型号，也将大幅缩小我们侦查付小田飞行路径的范围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付小田的飞行路径是怎样的，而其最终目的地又是哪里。 G650 通常的机组人员为2人，乘客在11至18人左右，巡航速度为 0.85 至 0.9 马赫，最高速度可达 0.925 马赫，以接近音速，不仅高于普通的客机，而且还是同级别飞机中的翘楚。最大飞行距离可达13000公里，这就意味着从洛杉矶飞到中国，或是从纽约飞到欧洲，湾流 G650 都是不需要经停加油的。那么付小田的此次的飞行路线是直飞还是经停，国内还是跨国，前方的目的地到底是在哪里呢？要确定目的地，就还要知道另一个重要信息，也就是起飞地点了。看到这里，一定很多人会说，起飞地点不就是洛杉矶吗？还查什么查呢？当然是要查，因为洛杉矶有5个机场，要确定它的飞行路线，就要先确定它到底是从这5个机场中的哪一个起飞的。这5个机场分别为洛杉矶国际机场、长滩国际机场、安大略国际机场、成县机场和伯班克机场。我想住在洛杉矶的网友们应该都不会陌生。那么这5个机场到底是哪一个呢？纵观付小田此次出行贴出的所有关于机场的图片来看，唯一具备价值的就是这一张了。这张自拍图除了暴露右下角的桌角外，圆形窗子的外面还曝光了机场附近的一些建筑物画面。那么如何通过这一点点的画面来确定这是什么机场呢？首先我先将目标锁定在了图中右侧建筑物上面的那几行文字上了。不过由于这张图片是付小田在飞机内通过手机前置摄像头的自拍图，因此远处的背景非常模糊，我们将其放大可见，什么都看不清。我勉强猜出了最下面一行可能是 Los Angeles, California， 其他就真的很难分辨了。我甚至借助了某个开源 AI 进行文字识别，但感觉 AI 还不如我呢，连最后一句都识别的乱七八糟。因此我就只能通过建筑的外观特征进行定位了。请大家记住照片里左侧的那个建筑物，中间的高架桥和近处房门上方那个深蓝色的扇形建筑。
在偌大的机场里去寻找一处跟图片一样的小角落，而且还是5个机场，这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套大工程。那么从哪里开始呢？起初我将目标锁定在了城县机场，也就是约翰韦恩机场，因为它距离傅小田的家最近。傅小田在照片里所展示的住处，网上早就有人曝光过了，是位于洛杉矶南部著名的富人区 Newport Coast。住在这里的人都非富即贵，每栋房子的售价都在1500万美元以上。当然，傅小田他们是租在这里的，租金大概是每个月6万美元左右。从这里到刚才提到的约翰韦恩机场，直线距离只有8公里。而这个机场又是以私人飞机居多，方便住在附近的富人出行使用。因此，我最初的搜索对象就选在了这里。从谷歌地图上看，这里的确停着数量众多且型号不一的私人飞机，当然 G650 也在其中，而且也有深色的，跟傅小田身后的那架差不多。但我通过谷歌 3D 地图对比了这个机场周边所有的背景，都没有找到跟这张图片一样的建筑物。看起来傅小田当天并没有选择从距离他最近的城县机场起飞。于是我又将其余4座机场逐一做了对比，这还真是个大工程，看得眼睛都要花了。正当我怀疑是不是谷歌的 3D 地图存在问题，逐渐心灰意冷之际，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一处角落却给到了我意外的惊喜。这是位于机场南侧的一处停机坪。当我们旋转 3D 地图向这个方向看去时，是不是发现这里出现的背景跟傅小田拍摄的那个位置出奇的一致呢？远处绿色窗户的楼宇，中间的高架桥，以及近处房门上方那个深蓝色的遮阳棚。因此，通过以上的对比图，我们基本可以确定，傅小田在今年4月11日乘坐飞机的始发地就是 LAX 洛杉矶国际机场了。有了出发地和机型，我们就可以来尝试搜寻一下当天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出发的所有湾流 G650 飞机，哪一个是傅小田乘坐的那架。首先来确定时间点。傅小田在乘飞机的当天发布了一篇微博，也是微博上的最后一篇，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4月11日凌晨5点24分。而与此同时，在 Twitter 上，傅小田也用英文发布了一篇类似的贴文，其中自拍照还在，只不过还多了一张采访秦刚的照片。发布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6点24分，比微博晚了整整1个小时。这也是 Twitter 上的最后一篇，请大家记住这个细节。由于洛杉矶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了15个小时，因此北京时间4月11日的凌晨5点24分应该对应的是洛杉矶时间4月10日的下午，因此傅小田此行的时间大概率应该是在4月10日。于是我搜索了一下美国境内4月10日起飞的全部湾流 G650 飞机，看着的确挺多，但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的还是数得过来的。而这其中经过我的查询和比对，这架从 LAX 起飞的 G650 私人飞机与傅小田照片上曝光的那架从时间点上来讲最为符合。如图，这架飞机的起飞时间大致是在 UTC 世界标准时间17点01分，也就是洛杉矶时间上午10点，与傅小田的自拍照是发生在白天相吻合。紧接着，这架飞机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，于 UTC 时间21点22分降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机场，这个时间刚好对应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22分。而2分钟后的5点24分，傅小田就在微博上发出了那个目的地为前方的最后一条微博。接下来的 UTC 时间22点24分，我们看到这架飞机仍然停留在阿拉斯加机场，而这个时间刚好对应北京时间的凌晨6点24分，也就是傅小田在 Twitter 上发布的最后那条推文。因此，傅小田在社交媒体上的最后2则动态均是来自阿拉斯加。再接下来，这架飞机又从安克雷奇机场起飞，经过约10个小时的飞行，最终于 UTC 时间8点16分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这个时间对应的北京时间是4月11日的16点16分。因此，傅小田微博上那个故弄玄虚的下一站目的地前方，自此也找到了。原来他最终选择了回国。尽管依照现在曝光出的线索和证据，还无法判断这架 G650 在降落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从傅小田的微博和推特自4月11日后就再无任何更新判断，大概率是他一下飞机就被控制住了。至于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选择回国，
又因为什么被控制住了？等有了更多的线索，我们再来做进一步分析吧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